你知道你今天喝的這瓶瓶裝水裡面可能有24萬的塑膠微粒嗎？這個是哥倫比亞大學他們在2024年所做的一個研究數據。而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呢上架了一個紀錄片，叫做《排出毒素》。看完之後呢，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慢慢減少家裡的瓶装水，也購買一台飲水機。今天想跟你聊，我們還可以怎麼樣子改變，以及為什麼會選擇這台飲水機的原因。這部紀錄片它追蹤了6對不孕的夫妻，在生殖流行病學家博士的指導下呢，他們進行了90天的戒塑實驗，是完全不碰任何的塑膠。后來的實驗結果呢，6對夫妻裡面有3對他们成功受孕了，而且他們發現這個塑化劑的影響，不管是在媽媽、胎兒，甚至在胎便裡面，他們都有追蹤到塑膠微粒。其實像 BPA 這種塑化劑，它在我們的人體，它是會隨着時間流逝而代謝掉的。可是重點不是它排不乾淨，而是我们每天無時無刻都在攝取。舉出幾個例子，像是我們要外帶我們的麵或是湯的時候呢，我們大多都是使用在我們的這個塑膠容器裡面，或是用我們的塑膠袋盛裝。而塑化劑呢，它會隨着高溫，它會釋放的更多。所以呢，雖然這個習慣它其實是有點難養成的，但是呢，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帶我們自己的容器，例如我們的不鏽鋼保鮮盒或是玻璃的保鮮盒等等的，拿去裝食物，這樣子其實可以比較安心。第二個就是保鮮膜呢，不要去接觸熟食，甚至是不能進我們的微波爐。其實大部分的保鮮膜，它們上面都沒有特別寫說它們可以適用在哪些溫度到哪些溫度之間。尤其進了微波爐之後呢，熱加上油再加上塑膠，這真的是溶出塑化劑的3大條件。我們可以改用玻璃的保鮮盒，這樣它進微波爐呢也可以比較安心點。第3個，塑膠砧板把它換掉。你知道在我們切下每一刀啊，我們都有可能產生出微塑膠的碎屑，這些微塑膠碎屑它就會混進我們的食物裡面，然後再被我們吃掉。所以呢，我們可以把砧板換成是木頭的砧板或是竹制的砧板，它沒有很貴，就是多個幾百塊而已。但是我們吃進去呢也可以更放心。第4個就是不要再喝瓶裝水了。這件事情它其實是我們每天都在做，而且是我覺得最容易改变的一件事情，而且它 CP 值非常非常高。為什麼呢？因為前面3件事你可能會需要花一點時間才能夠習慣，可是第4件事情呢，你只要直接購買一台飲水機，就把你所有的問題全部都解決了。喝瓶裝水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用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假設我們一天可能喝1公升到2公升的水，一年下來就有730公升。按照我剛剛開頭說的，哥倫比亞大學他們研究出1公升會釋放24萬顆塑膠微粒。那我們一年喝了730公升，那會喝下了多少塑膠微粒呢？而且瓶裝水它從工廠到我們的手上，路途中呢，它經過運輸，經過了高溫，經過了日曬，其實塑化劑都是從中被溶出來的。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後來決定要裝飲水機的原因。我相信有些人應該是礦泉水派，有些人是 RO 逆滲透派。這2派呢，他們其實各有優缺點。我簡單跟他講這2個呢，它差異在哪裡？RO 逆滲透水它其實就是會把水中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全部都溶解掉，它就是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純淨的水，而且它的孔径呢，它的微米有到達0.001微米，所以它可以把我們的一些病毒啊、重金属啊等等的，甚至是這個塑膠微粒都能夠把它過濾掉。而礦泉水的孔径呢，大約是0.01微米，所以它的分子呢，它其實是比這個 RO 逆滲透的這個過濾還要來得更大的。它雖然能夠保留住它的礦物質，但是有一些小分子的一些有機物質，它一樣是擋不住的。加上我們現在家中的這個水管，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個水管到底乾不乾淨。雖然說有些大樓他說他會洗水塔，但是水管呢，他們不會去換。你可以想想看，你的水管呢，經過幾十年的使用，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清洗到水管內部。那我們的水管裡面呢，它可能就會開始有一些發霉，甚至裡面有一些頭髮等等的，你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如果你這個水管它在室外呢，它是沒有封閉住的話，有時候有些動物呢也會不小心跑到裡面去。等到你真的喝到很髒很臭的水的時候呢，就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如果你家中主要的水源呢是來自於自來水的話，那我自己個人呢會選擇去喝 RO 逆滲透的水。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水中裡面它有一些礦物質，可是你們知道其實水中礦物質的含量是少之又少的。我們隨隨便便吃一盒豆腐，甚至喝一瓶牛奶，裡面攝取得到的礦物質其實都比你從水中攝取得到的礦物質還要來得更多。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我不會為了那一點點的礦物質，但是呢讓我有機會可以喝下其他的一些重金屬或是更大分子的東西。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我選擇的是愛杜美這台 RO 瞬熱飲水機。這邊分3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它濾芯的規格。我在研究的時候發現啊，其實在同等價位的這個 RO 的飲水機啊，他們的濾芯呢頂多會說他們是來自於日本進口或是高品質的濾芯，很少是真的有把這個濾芯廠商把它直接寫出來。但是愛杜美的3支濾芯呢，它全部都有把它的廠商以及品牌全部都把它寫出來。像是我們第1號濾芯呢，它是來自斯里蘭卡的高品質的活性炭，這個是全球公認最頂級的活性炭之一，它可以負責去阻擋一些比較大分子的，像是一些餘氯啊或是一些沙等等的。在2號呢，它就是我們所有濾芯裡面最厲害的，它是來自於日本東麗的 RO 膜。東麗呢也是全球前3大最厲害的 RO 膜廠之一。我們用的這個型號呢，甚至是高效的家用型，它可以使用24個月或是3500公升才需要換一次，比一般市售其他的膜大概是12到18個月的壽命還要來得更長。再來是3號濾芯，它是來自於日本可樂利的野科活性炭，它也是日本百年的化學大廠，它負責的就是修飾我們口感。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水裝裡面沒有礦物質，
質，那它的口感就會比較不好。可是呢，我已經試喝過了，我們這台飲水機濾出來的這水呢，它還是可以保留住一點水裡面的甘甜。那透過這3個大廠牌的濾芯，讓你知道我們的錢呢都去了哪裡，你是看得見這些錢的流向的。而且我們這3支濾芯它全部都有防偽晶片，有些品牌他們會有一些正常或是副牌濾芯，價差得很大。可是我們這台飲水機呢，它就只能使用我們自己的這個濾芯，所以呢也不會從這個耗材上面去坑到人。再來是我們的重點2，我們的水質是看得見的。你們知道我們的水呢，它其實是有一個數值的，叫做 TDS。白話文就是說，你的 TDS 越低，你的水的純淨度呢就越高。在我們這個面板上面有一個原水 TDS 以及淨水 TDS， 只要把水倒進去我們的水壺之後呢，你就會看到我們原水的 TDS 總量，以北部來說最高可能會到達160 ppm， 以中部來說可能會到達180。越往南呢，我們的水就會越來越硬，所以呢最高有可能到達200 ppm。把你的原水放進去之後，它就會開始慢慢的過濾，净水之後的 TDS 有可能會變成20幾，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過濾膜它是真的有在工作的。但其實大部分的飲水機它們都是沒有這樣子的功能的。多了這個功能，你會知道它是真的有在運作，而且你真的知道你喝到的水它是真的已經經過了一個過濾效果之後出來的樣子。等到哪天你看到這個 TDS 的數值呢，它越來越高之後呢，我們的機身也會提醒。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呼應我們剛剛前面說的紀錄片，其實我們機身這個水壺它也是塑膠的啊。有些人可能會想說，它都可以加熱到比較高的溫度，那我們的水壺又是塑膠的，是不是也會排出這個塑膠微粒？但是呢，我們這個水壺呢，它是 Triton 材質，而且它是通過美國 FDA 奶瓶等級的這個認證，不含 BPA， 而且耐溫可以高達110度，所以我們不僅過濾的乾淨，我們喝呢也可以喝得很乾淨。再來第3個重點就是呢，它符合這個台灣的 BSMI 的安全認證，這個是台灣針對電器的一個強制性的安全認證。很多在網絡上面有一些便宜的水貨，它是沒有這樣子的認證，所以在漏電或是過熱這個部分呢，它比較會沒有保障。但家電這種東西又是插着插頭的東西，這個安全認證是一定要有的。最後就是哪些人適合這台飲水機？第一個就是如果你即將要有小孩子，或是你現在小孩子剛出生沒多久，小孩子一天你可能要喝很多次的奶瓶。我常常看到一些爸爸媽媽測試那個奶瓶裡面水的溫度的時候呢，都要把這個奶瓶拿起來，然後放在自己臉上這邊，或是放在自己手上這邊去控溫。可是我們這台飲水機呢，它有控溫定量的功能，有幾種溫度可以選擇，而且你可以自行去設定你平常習慣的一些溫度跟水量，操作起來真的非常的方便。再來是租屋族，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在外面租房子，你不想要花一大筆錢去裝一個桌下型的飲水機的話，那這一台飲水機就非常非常方便，因為它體積不大，而且呢，它只要一插插頭，它就可以馬上使用了。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去露營的人的話，你想要喝好水的話，那其實這台呢也非常方便攜帶。再來是你喜歡喝茶或是喝咖啡的人，你平常有一個習慣的溫度，或是你習慣的一個水量的話，就像我剛前面說的，它的設定呢也都非常的方便。再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寵物的人，其實大家都知道毛小孩的腎臟是比較小的，所以他們常常會有一些腎臟的問題。如果你是給你家裡的毛小孩喝這個自來水的話，那就像我剛刚前面講的 TDS 這個數值它是比較高的，水中裡面其實有很多你看不見的一些東西，像是重金屬等等的。我自己是不太想讓我的毛小孩喝到一般的自來水，所以我都會把水拿去煮，或是讓他喝我平常喝的礦泉水。但是毛小孩喝的水量不大，所以以前呢，我可能就是要重新煮一壺水，我就要先裝自来水，然後拿去煮热水。等到熱水煮完之後呢，我要等它放凉，放凉之後才可以給我的艾坤喝。那這個時間其實花得很久，而且它其實很不方便。雖然說這些事情是你只要花一點時間，你可能就可以達到的，但是呢，如果像有一台飲水機，它就是讓我在3秒內，它就可以讓我選擇我想要的溫度或者我想要的量。我覺得那一點點小小的方便，都會讓整件事情變得非常順暢。再來是家中有長輩的，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還是會習慣拿一個桶裝水去外面的自來水自助站去加水。可是我們先不要說那個水它到底乾不乾淨，就連那個一大桶水它都要幾公斤重。如果是長輩他要去提這個重物的話，其實會非常的有風險。那更不用說，如果有一些人習慣就是喝那種桶裝，是要把它裝在上面的，那我覺得這個更可怕。所以呢，家裡只要有一台這樣子的飲水機，不管是小孩子，不管是到老人家，其實這個面板呢，它都非常非常的好操作。而且如果你很怕家裡有小孩的話，我們的這個飲水機呢，它也有智慧童鎖的功能，不用怕小孩子去那邊亂按按鍵，然後會發生一些什麼意外，這些都可以非常放心。最後呢，就是這台售價多少錢？其實我剛剛前面這些比較，全部都是比較同樣等級的。這台飲水機的售價呢是13500塊，它的點數呢有至少20萬點。說真的，這個飲水機價格真的非常非常便宜。那我自己覺得，像是飲水機或是空氣清新機，什麼東西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它們濾芯是最重要的。可是就像我剛刚前面說的，有非常多的大品牌，他們沒有直接把這個濾芯的廠牌直接把它寫出來，而是直接說它可能是日本進口或是哪裡進口的。可是這樣子我們就會不知道到底實際上它的這個濾芯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再加上我們的這個面板呢，它上面有這個所謂的原水的 TDS 以及淨水的 TDS，讓我們可以直接看得見我們的水質是真的被改變的。那我覺得這樣子就
會比較放心。那有些人可能會擔心我們的這個濾芯耗材是不是會很貴？我告訴你們，這個濾芯耗材真的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它使用的壽命呢又非常的長。我覺得艾多美公司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佛心的公司，它除了有這個防偽晶片，讓我們只能在這個地方買，不會讓我們買到可能像是水貨或是副廠牌的東西。我們1號跟3號濾芯它是綁在一起的，你可以使用1000公升或是8個月才需要換一次，而且呢它只需要1200塊。那接下來是2號濾芯，它更誇張了。2號濾芯呢，你可以使用3500公升或是24個月，也就是2年，它也只要1700塊。那我自己也算過，我是一個人，而且我一天呢最多可能也喝不了1公升。那我自己在用这個1號跟3號濾芯，其實我最多是可以使用至少2年的。但是我們除了這個1000公升之外，你的使用壽命就是還有8個月嘛，所以我們可能8個月就會需要換一次。那如果我們以8個月來算好了，那我們這樣子1年的花費呢，1號跟3號濾芯加起來也只要1800塊。那再來是2號，它的壽命是可以使用到2年，那我們的1年呢就只要850塊。所以其實1年濾芯的成本，以我一個人來說呢，就只需要花上2650塊，跟如果我每天去買瓶裝水來說，真的是省下非常非常多錢。當然，如果你是大家庭好了，那我們这濾出來的水壺呢，它可以裝1公升，1公升大約是2個人到3個人的一個湯鍋或是一個湯麵的量。那如果你常常拿我們這個濾出來的水拿去煮的話，也許你的壽命呢會比這個8個月或是24個月都還要來得更快。所以就是看每個人使用量怎麼樣。可是呢，總體來說，它的這個濾芯的價格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我之後要搬到其他地方，我這一個飲水機呢，也可以直接把它帶走。可是如果我今天為了要喝比較好一點的水，而去安裝了這個廚下的這個飲水機的話，等到我要搬走的時候呢，這個東西可能是搬不了的。所以呢，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去購買這個飲水機的原因。我也想要推薦給大家，因為現在的人大概就是1到2個人的家庭的組成，它的使用率會比我們一個人來得更好。好，這一台呢就是我們的飲水機。剛開始呢，我們的後面它有一個這個手提的，它就是我們的水箱，然後你就是去裝自來水，把它裝滿之後呢，我們就把它裝進去，把它蓋着。它如果要是裝水，它其實也非常容易，因為你只要把一個水箱拿起來，你不用整台飲水機把它拿過去，水箱拿去裝水完之後呢，放下來之後，它就会開始過濾。我們先看左右兩邊，左邊這個是銅鎖，然後這個是設定跟沖洗，然後這個是調整溫度，因為我們有7個溫度可以去調整，然後水量呢也有這3種水量可以去調整。再來是看中間這上面，先看這2個。左邊的這個呢，就是當我們把這個水箱的水裝進去之後，它原本自來水的 TDS 就是水裡面到底純不純。那以現在這個水來說，它北部來說，它目前就是有78，可是它過濾出來之後的這個水質現在變成3，所以你數字越低，代表水中純度呢就是越來越乾淨。這個是我們現在常溫的水，它現在是26度。濾芯總共有3支，上面也都有壽命。然後這3真的都是新的。如果它壽命越來越短，代表說它就提醒你，你要麼就是使用的水量已經到了，要麼就是它已經超過了，快要到8個月或是24個月。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出水量總共有3種，你可以設定你要哪種水量。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看我們的濾芯。濾芯也很簡單，就在上面這個蓋子，把它拿起來。這是1號、2號跟3號，這個濾芯換呢也非常方便，你只要把它轉開，拿起來，這就是我們的濾芯1號了。要換濾芯也非常方便，拿起來放下去之後轉一下，這樣就 OK 了。這飲水機呢，你只要插插頭，就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所以你今天放這邊，明天可以放到那邊，或者你房間要放一台，客廳放一台，然後今天要去另外一個家長住，那你就再把這台帶回去。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它到底是不是可以3秒瞬熱。它有這麼多種7種溫度可以調，然後我們最高現在就是96度。那我們要來按咯，按一下的時候看它會不會3秒瞬熱，我們來拍一下。2、3，哇！然後你要停止的时候就按一下，這就是我們的96度的3秒瞬熱。它水喝起來就是有一種很清澈的感覺，對不对？我們待會呢，家裡呢就是也有放一瓶純水的瓶裝水，我們待會就是來看看到底喝不喝得出來差異。如果家裡是有小孩的話，也不用擔心，它這裡有銅鎖，你只要按5秒鐘。它就會關起來。要打開的話，一樣再按5秒鐘。它現在正在治水，慢慢上升中。
在治水的時候呢，它這邊就會閃爍，正在治水。這裡是原水，然後這邊就是過濾完之後的水。如果這裡亮燈的話，代表它在提醒你後面水箱的這個原水要去更換了。它這個過濾系統就是你把原水放進去的時候，它會把可過濾的水放在這裡，可是裡面還有一些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比較大分子的東西，像是一些重金屬啊，或是一些其他東西等等。它們沒有辦法再經過這個0.0001微米的這個過濾的話，它們就會留在原本的這個水箱。那留在這個原本的水箱呢，你也不用拿去倒掉，你可以拿去澆花之類的，它還是可以做2次的運用。所以現在呢，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原水箱裡面的水拿去倒掉，然後再換一批新的進来。我們現在來挑戰，這個是 RO 逆滲透的飲水機，然後我們先來裝裝看，已經過濾過的水之後，放到愛多美那台瞬潤飲水機，它的 TDS 會不會不一樣？我都在看你的影片啊，你好，乌鴉的下線哦，原來是这樣。所以你的影片我都看它会不会開始慢慢的上去，因為這裡的水它還是很多，所以有可能它沒有那麼快。可是剛剛我們看這邊啊，它這裡的燈是亮着的，就代表說它叫我們要換。有下降，它已經升上，你看，它已經開始往上升了，有看到嗎？所以它其實上升的速度真的很快。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用那個飲水機的，它的 TDS 沒有到很高，就是跟我們自來水比起來，它還是蠻低的。但它現在降的速度已經越來越慢了，就是这個數值要越低越好。對，所以這邊是我們剛剛用飲水機，那台飲水機它本身也有過濾的效果，但它的這個 TDS 的這個數量也是有20幾，可是我們這一台過濾出來之後的這個水，它現在是只有3，對，代表說就是這個 TDS， 它就是說我們的水裡面，它裡面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一些礦物質那些東西。你如果數值越大，代表水裡面的那些東西越多。那因為我們這一台的濾芯，它的過濾的那個密孔很小很小，所以像一些什麼塑膠微粒那些東西，它都沒有辦法。北部現在可能這邊是70左右，你到中部的話可能就會再加個10到20，到南部的話就會再繼續往上加。所以其實越南部的他們的硬水，他們其實是會更需要這個水。你覺得喝起來有不一樣嗎？是有比較好喝，有比較好喝，跟一般的礦泉水、瓶裝水比起來嘞。礦泉水我外面的礦泉水我不愛喝，因為我喜歡喝溫水。我通常就是净水器出來之後是可以直接喝，可是我都不喜歡，我喜歡喝熱的，我還要再用瓦斯再煮的。哦，可是煮過的那個口感應該就不好喝了。就不好，所以它這一台就是很方便，它直接有7種溫度，所以如果你想要喝熱水的話，它就可以直接那個。我覺得不用再拿去煮，或是不用再等那個快煮壺。這裡是26度嘛，然後溫度在這裡，你可以點點看。現在45，然後再繼續往上，10度跳，差不多。然後最高就是96度，然後我們的這個水就是有3種的定量。所以你可能這個就是你習慣喝咖啡，然後喜歡喝茶，然後這個可能就是泡鮮活2.0，它就會有一個固定的這個量，然後你就是按這個地方去調整，這樣子就 OK 了。哇，如果它已經濾好的話，你想要把它拿去煮飯、煮米的話，你就這樣拿出來，然後你就可以再拿去洗米。或是說你要把它拿去煮1人份的泡麵，你就整桶帶去。如果你想要喝冰水的話，那你就前一晚把這個呢直接拿去冰箱，它也完全不占空間，所以很方便。对啊，這台蠻好的。我們一起跟你，下次會在影片看到你。嗨，大家，我跟你們說，現在我們要做一個小實測。這個呢是剛剛裝那個飲水機，愛多美飲水機裝出來的水。這個呢是我去買市售的，也是純水的一瓶礦泉水。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請佩珍盲喝，看她喝不喝得出來兩邊的差別，說明一下口感以及她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喝。有點緊張哦。然後呢，我們的紙杯就在這裡，轉過去。你手伸過來，我感覺猜得出來。
你要先跟我講說這個口感是什麼，然後你覺得怎麼樣？我已經猜出來了。為什麼？它有個很明顯的味道，很明顯，很明显。因為我平常在超商，其實有時候忘記帶水壺，我才會特別去買礦泉水。要不然平常我就不太會去超商買水。然後呢，我買的話，我都會喜歡買那種鹼性離子水那種的。它就是會有一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的味道，就是入口它就是会有一个，它会有一個很明顯的味道。可是我平常去超商喝都是喝法國的那個礦泉水，很明顯，這個它就是沒有一個，就是它喝起來比較軟。軟水跟易水喝起來的差別是什麼？它入口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味道，我不知道是保樂瓶的味道還是什麼的味道，就是很明顯一個。那好，那你可以，然後你要講出答案了嗎？這個是我們的水啊，對啊，很明顯，很明顯。我喝第一口其實就很明顯的感覺出來，它其實喝起來就完全就是沒有任何雜質的感覺，喝起來很順，也不會特別的甜，不會。那如果我待會猜不出來怎麼辦？你就完蛋了。我們就影片剪到這邊。好，那你接下來要倒水哦。好，那換我。喝得出來吧？第二個。要喝了，我要喝了。艾克，你們喝水。要再喝嗎？沒有。很明顯，對不對？很明顯。對啊，超明顯的。很明顯，超明顯的。愛多美的這個水，它喝起來就有點像是軟綿綿的棉花的感覺。你喝進去，你完全沒有任何的特別的感覺，但它就是非常的順口，然後很乾淨的感覺，很軟滑的那種。很明顯吧？一般的水就是有一種有東西。最便宜應該至少要20塊，平均來說20塊。那你如果一天你就是要喝1到2瓶的人的話，至少就是要40塊。那你一個月1200，其實就等於我們幾乎旅行的半年的量了。所以一台那個飲水機13500，說真的，它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投資，是真的很便宜。然後加上我們的點數，就是在5月底前點數又有24萬。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新制度了，如果你是剛開始加入的會員的話，你只要註冊3個賬號，然後其中2個賬號呢都有30萬跟30萬，你就可以領到第一筆的大概1350塊的獎金，所以其實是很划算的。所以如果你家裡就是剛好可能需要至少2台以上的飲水機的話，我真的很推薦你們可以就是跟我加入會員，因為加入會員是完全免費，就是網絡上註冊就有了。然後這好東西真的要就是分享給大家，我覺得這個是家家戶戶都應該要有的。其實說真的，減塑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這麼的容易，尤其我們每天其實都會無時無刻接觸到很多塑膠的東西。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找一個自己覺得最容易的方式，例如以我來說好了，我平常基本上很多時間都是在家裡吃飯的，那我也幾乎不外帶東西，因為我也自己覺得帶保鮮盒出去，就我覺得其實不太方便，所以這個是我選擇的方式。我也會想要喝飲料嘛，我也買了一個水壺，那這個水壺它目前還沒有到。我覺得水壺這種東西就是你會一直買很多，買不停，可能都還是覺得沒有一個適合自己的東西。但我3月份左右，我就在嘖嘖募資上面看到了一個杯子，那個杯子蠻特別的是，它沒有吸管，可是你直接對着它的口喝呢，它是可以吸到那些不管是珍珠或一些料的東西。那目前它還沒有發貨，它是在5月份的時候會發貨，所以我自己其實是還蠻期待的。那其實我家裡也有非常多的水壺，可是你們知道水壺就跟衣服一樣，就你每次要拿一個東西的時候，你都會覺得這個東西好像不太完美，有的可能太長，然後有的可能容量太多，有的可能容量太少。那我就決定這個就是我目前短時間買的最後一個水壺。如果我真的覺得好用的話，我拿到時候會開箱給大家看。雖然說我們的這個紀錄片呢，它講的是針對那些不孕症的夫妻，但當然也不能表示說你開始做了這個減塑的行為之後，你就有可能可以懷孕。我覺得至少是你可以知道我們在做一些減塑的這個過程，其實我們身體呢，它是可以變得越來越健康。因為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疾病，它都是無預警的。
或是說你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你會突然發生這件事情。那也許有很多的這些細節，它都是藏在我們平常的這些生活上面的一些習慣。所以我覺得減塑這個行為呢，它其實不只是讓我們身體變健康之外，讓我們的環境其實也變得更健康。我覺得它就是只有優點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哪一個是你可以比較無痛可以去調整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樣，以前呢都喝瓶裝水，接下來呢我們就是一起換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飲水機。它其實長期來看呢，這個投資呢絕對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呢，如果你也想要買一台 RO 逆滲透瞬熱的飲水機的話，我真的還蠻推薦我們這一台飲水機的。那現在呢都還是預購的時間，5月到7月左右呢它就會開始發貨。那如果你想要購買這台飲水機的話，歡迎你私訊我的粉專，我的粉專資訊呢就在底下的資訊欄打開就會看到了。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大家拜拜。